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杨紫演员休息时都在干嘛？第一章我忍住了，但唐僧这张笑得我肚子疼。别看演员们在拍戏时那么专注，实际上他们可是倾注了不少心血和情感呢。可在片场休息的时候，他们立马变身成搞笑的喜剧人，真是欢乐的不行。要么就是耍宝搞怪，要么就跟对手演员聊聊笑笑，欢乐多多。没想到受虐的其实只有观众，我们的眼泪真不算啥呀。看着他们眼泪收放自如的状态，不愧是专业的。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演员们欢乐的小憩时光吧。01说到娱乐圈谁的朋友圈最有趣，那杨紫绝对算一个。不少明星在压力大的时候都会去瞧瞧她分享的日常，搞怪耍宝无奇不有，难怪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多快乐。你瞅瞅，她的作品一部接一部，基本上都是在剧组拍的，大多数时间都投入到工作里，闲着的时候也就那么点儿。学会在苦中找乐子，也是种挺好的自我调节法子。在沉香如屑的现场，有个小演员瞪大眼睛，一脸懵懂，那张肉乎乎的小脸上尽是萌的气息，可演技还有点儿跟不上。杨紫特有耐心，蹲在他身边细心教导，台词要怎么说才能更打动人心呢？他微微皱眉，神情恰到好处，拼命地在表演，帮小演员迅速找到与场景相匹配的状态，和程毅一起拍摄假装大婚那段剧情，探寻事件的真相。俩人因为被坏人牵制，结果都受了伤，真是让人心疼的场面。眼看程毅沉浸其中，一时间难以抽离，杨紫赶紧表示自己一直在，给了满满的情绪支撑。来到了忘川河畔的那个特别虐心的关键情节，俩人都化上了战损妆，经历了透骨的疼痛，好不容易再碰到老情人，可就是认不出来，心碎的程度直接爆表。花絮里本来很难把杨紫叫醒，突然瞪大了双眼，露出搞怪的表情逗程毅开心，一时间又戏精附身，用夸张的肢体语言缓解现场那压抑的让人难受的悲伤气氛，真的是个开心果。02在《长相思》里，杨紫一个人要演2个角色，其中还有个男装的小六。化妆的时候，杨紫可是没忘逗弄化妆师，立马就变成话痨了，立马切换成男人的状态，跟对方开起玩笑来了。这回算是看明白了，没见过的男装扮相，惹得化妆的小姐姐乐得前仰后合，这么欢乐，不知道化起妆来会不会不小心给眉毛画歪。他对新人一直都是暖心关爱的前辈，在山洞里和涂山璟确定关系的时候，虽然有点狼狈，不过这丝毫没影响邓卫的情感表达，让他一时间陶醉其中，无法自拔。休息的时候，杨紫发现他依然沉浸在角色里，默默地流下了眼泪。他忍不住笑了，让邓卫能赶紧调整心态，不再那么消极。亲爱的是一部甜蜜宠爱的现代剧，杨紫在拍摄现场更是乐呵呵的，一会儿拿着个道具喇叭，用唱小邋遢的语气喊着台词，大幅度做着搞笑动作，惹得李现的鱼尾纹都乐开了花。一会儿又高高举起了道具银行卡，假装自己是个小土豪，让大家随意挑选东西，他可以来买单。旁边的演员也特别给力，眼里都闪烁着羡慕的光芒，再加上后期老师弄出来的金光闪闪的效果，这一下子他的女霸总形象可算是树立起来了。03宁安如梦经历了空降撤档后又再次上线播出了，这部剧真是不少折腾，幸好播出的效果还挺不错的，演员们在片场可真是欢乐多，互动那叫一个频繁。女主和张遮俩人真的是特别敬业，连休息的时候都在对台词，
他拍了拍凳子，俏皮地眨了眨眼，叫他坐到自己旁边来。俩人一个追一个躲，好一番拉扯。等坐稳了，他一下子就冒出一句姚姑娘，这让女主江雪宁心里不太舒服，连人都能叫错。反应过来的张遮立马改口，说自己还是喜欢他的。可这会儿已经迟了，江姑娘心里早就记住了。火冒三丈的她开始去找导演说事了，见人就得提上一嘴他的显赫事迹。果然，脱口而出的才是真爱，难不成女主只是意外？不过他们和好之后还是挺开心的，穿着沉甸甸的古装，丝毫影响不了在片场嗨舞。瞧这动作，咋看着像是短视频平台上刚火的那段呢？别看这是古装剧，俩人可是能8G 冲浪的高手哟。瞧男主角拍戏间隙消耗了不少体力呢，这会儿急需食物来补充能量，刚抓起薯条，吃的那叫一个香。看到摄像头对着自己，立马着急的摆手，示意去拍别人。吃饱了没事干，还拿女主的盘发当方向盘玩。别看戏里这位国师看起来腹黑，心思还挺深沉的，戏外可是一不小心就能发出哞哞牛叫的那种人。他一直傻傻的以为这是因为自己属牛的缘故，所以网友们才叫他牛牛呢。不知道闲暇之余有没有注意过自己的声音呢？04拍戏间歇的时候，赵丽颖特喜欢自拍，或者找小伙伴合个影。在《楚乔传》里，本来是一段紧张刺激的脱逃戏，可颖宝一点也不怕片场的烈日。拍完挣脱的戏后，她还一脸笑意，拉着小演员蒋依依一起玩自拍，接着又放飞自我，张开双臂在旁边撒鸭子跑。这欢快的模样，真让人看不出在烈日下干活的艰辛。到了雨凤行里，依旧是那种潇洒自如的感觉，不仅躲在柱子后面和工作人员疯狂比心，还和大家开起了玩笑，装作听不见对方在说啥。这状态一点看不出是个生过孩子的宝妈，简直就是一副娇嫩可人的小姑娘模样。还爱和同组的林更新自拍，两人一起比耶，经典动作并不显得土气，反而特别灵动。双手托着自己的脸，笑呵呵地望着对方，果然是一对儿，互动起来的默契感满分啊！一个人带着的时光，也记得要自个儿乐呵乐呵。在河边悠闲地开始了拉伸运动，一看就知道不拍戏的时候就是个养生女孩了。和王一博一起拍有匪的时候，男友力那是杠杠的，虽然身材小巧，但那种力量感可真是十足的。她可是个有本事能护着弟弟的大女主哟。05很多人都晓得杨幂这位女星可是个特别爱玩游戏的在不少节目里，她也坦白自己是个地道的电竞少女，还上过电竞相关的综艺，获得了专业人士的认可。从她打游戏的水平来看，真是个行家里手。她可不是需要大神带飞的玩家，她自己的实力可一点不差，身边的朋友们都对她赞不绝口。在拍戏休息的时候，她也不忘拿起手机来一局游戏，正好能轻松一下。就连化妆时也得来一局醒醒脑。看她玩游戏时那专注的模样，真是相当有爱啊。千玺这么年轻，竟然已经开始过上老年生活了。别看他年纪还小，性格却稳重得很，丝毫不显得急躁。拍戏的时候可真是能吃苦，哪怕发烧了也不声不响，缩在角落里，完全没有因为自己的病情拖累剧组的进度。拍戏的时候，生活习惯还真不错，自带个泡脚桶呢，一有时间就泡泡脚，真是个健康的好习惯呀。看他那乱七八糟的打扮，估摸着是拍戏掉水里的场面。冷风一吹，身上透着寒，拍完戏泡泡脚，确实能帮身体缓缓恢复。肖战和王一博的拍戏现场简直就像小学生吵架现场一样热闹。
俩人老是互相捧，把对方夸得天上有地儿落不下，你一句我一句的，不甘示弱，就像幼儿园的小娃娃似的。他们虽然老是争吵，但感情却特别不错，偶尔还会牵牵小手，明显是有浓厚的兄弟情谊。肖战在换衣服的时候，王一博还站着身后挡着。古装戏的衣服可真不好换，有时候连个更衣室都没有。他这小举动真是特别暖心，总是惦记着保护朋友的隐私。06《西游记》每到夏天，卫视就把这部经典反复播放，真的是老少皆宜的好剧。能把猴子演得活灵活现，真没别人能比得过六小龄童了。猴哥和八戒的关系戏里戏外都很好。闲着的时候，八戒开始玩望远镜了，猴哥就坐在石头上岿然不动，任由八戒看他。这份宠爱可是兄弟间独一份的。师傅唐僧在戏外可没那么死板，跟剧里简直是两种感觉，活脱脱一个有趣的人。不仅无聊的时候爱嚼泡泡糖，还时不时回头瞟一眼镜头。见到摩托车就特别想试试，结果骑了一会儿就摔了个跟头。别看是在那些路况不咋地、坑坑洼洼的树林里，照样能开车骑车来去自如，真的佩服师傅的驾驶技术啊！周围这么多障碍物，他难道真的不怕会翻车吗？穿上军大衣的师傅格外洋气，周围虽然站了不少工作人员，但也没受影响。可丝毫不影响师傅休息，闭目养神，在凳子上养精蓄锐，神态安然的样子，似乎真的变成了得道高僧。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都不会受到外面的干扰。猴哥被压在五指山下的时候，也没老实呢，无聊了就抓起啤酒瓶子喝了几口，来排解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的苦闷之情。沉浸式演绎常常让演员深陷悲伤的情绪里，短时间内难以自拔。因此，和身边的人互动能够帮助他们更快地调整状态。拍戏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黑夜白天搞混，压力可真不小。说点儿有意思的梗，能让气氛更轻松热闹。观众在被剧虐得够呛时，可以去找花絮解压一下，发现新的糖。这也是一种不错的售后方法啊。